大家好，今天视频来聊一下比特币月线的这一张图形有没有可能会在整理180天，然后目的是为了波浪理论里面的比朗法则，以及最近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就是美元指数，这几天也是很疲软，但是它价格还是不肯跌破$100，或者是等下利用这一个超级趋势指标看一下还有没有可能压回这一条绿色线的一个位置。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过的朋友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帮你拉进 VIP 组，上面有更多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这2天的一个走势。昨天短线是收了一根螺旋的 K 线，那这个位置前面是有跟大家讲过，有一个矩形是很明显就是其实整个区间的整理矩形是在这个区间，28.8K 破的话，我的观点是这上面是一个陷阱就是陷阱只是针对一个短线跟中线，不是整个大长线这个位置真的就是一个陷阱。有些空方的朋友是担心，因为我前几天不是有跟家人们讲到，类似69K 的这个位置上去陷阱，如果是破到这个位置，它要破这个下沿，但是这一次空间是不一样，跟历史上每一波大牛市的整个涨幅的空间目前才1倍。那至于短线的这个位置要怎么来判断，等下来跟大家讲。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美元指数，之前在去年的时候也是一直有跟大家回顾，它在历史上美元指数的月线是有一条非常重要倾斜的一个压力线，去年的时候是拆在这个点位114，到现在的话，目前整个趋势都是一个空方的趋势，只是短线为什么这个位置支撑会很强我们先来观察一下，就是2004年跟2005年的这一个月线里面的低点，跟这个2006年这个低点，08年、09年压力是过不去，15年、16年压力也是过不去，然后这个22年的压力过不去就是过不去。那现在我们要思考一下，美元指数在整波浪形我是没有去数但是从月线里面来观察，这是不是一个 N 型？N 型的这个高点月线里面，它这个位置是$100，是一个非常强的支撑区，而且是连到16年跟15年的这几个位置支撑也是非常的强，所以在这个位置到底最近会不会掼破？我们最近要去留意一下，也就是5月4号的时候，美联储会再公布利率决议，有可能按市场的预期可能会在加息25个基点，后面就会停止加息。那如果后续美国那边停止加息的情况下，这个美元指数会不会继续疲软？我个人观点还是一样，就是整个中长线它目前趋势是向下的，只是短线前面不是有跟大家讲过，就这个位置它破位的时候是日线里面有背离，近期我们尽量就观察这个100最好是给我跌破，有可能会利于短线比特币到底会不会继续涨，或者是它不跌破，我个人观点就类似周线里面也是有跟大家讲过，它不光是前面这一个100刚刚有提到的那个月线这个位置有一个支撑区，还有一点就是周线，上一次这个位置破的时候，它是比这一个点位是要低所以价格是在跌破，但是指标是在背离。短期我们或者是整个中线，我们尽量就留意一下最近到底这个美元指数会不会破100，然后对应的这个比特币的整个走势，我们要思考一下。刚刚美元指数那边是有一个月线里面 N 型的一个高位的一个支撑区，现在对应的这个比特币是有一个 N 型高位的一个压力区。这个位置历史上像这种，如果是在月线里面这种波折很明显的一个 N 型高位的一个压力区，它以前历史是怎么去突破的？比如说我们去回顾16年当时的这个位置，15年底部起来之后，这边是很明显的有一个月线里面的一个 N 型，然后第一波上涨它达到这个位置以后，一般在减半之前都会有一个5到6个月的一个整理区，就这个区间它是整理了6个月的 K 线，时间是180天，所以目前整理的这个区间有没有可能类似这个区间？我们去看一下，它整理完6个月以后，后面突破的时候是不是在这个高位把这个 N 型的高点给突破了？或者是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2012年的一个月线。月线其实这个月线里面看的不是很明显，不过细心的朋友你去观察一下，周线里面它是有一个很明显的 N 型高位，大约是在，也就是 B 浪，类似比如说浪形里面 B 浪，很多朋友应该都知道，一般看浪形，如果是整个浪形要扭转的话，相信这个 B 浪过的话，一般都是尽量不要再去过于偏空啊。所以目前整个第一波就类似这种，第一波涨幅是非常的明显，有可能目前就是在这个区间震荡，这个位置也是接近6个月，然后180天，有可能整理目的就是为了蓄势，把这一个月线里面的一个 B 浪的一个转折的高位，在这个位置给它突破，所以现在也是有可能，会不会6根，还是说180天？后续可能是目的为了把这个 N 型的高位，大约是在 48K 给它给突破。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周线这一个超级趋势指标啊，可以很明显观察一下，就是还是有一些朋友是在看空，是想帮家人们拉回来哦。一般在历史上有周线这种大级别的 sell 的整个空方趋势出来之后，它时间如果是长达1年，或者是这个位置时间也是长达1年多，时间是非常的长哦。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15年的整个空方的趋势，时间也是拉得非常的长啊，就整个时间。所以每一次有这种时间非常长的一个空方趋势，它第一次出这种 buy 的信号已经出来的时候，尽量有压回，一定要给我站在买方。当然我个人观点是这样子哦，就整个中线我们可以很明显的观察一下，它有一个位置，就是这一根 K 线3根整理的一个 K 线，跟19年的一个位置一根 K 线3根整理的一个位置是非常的像啊。但是这一根 K 线突破的时候，没量后面人家是19年的时候是继续放量跟上，就是目前的位置，这一根缩量是往上涨，但是第二根没有再放量跟上，所以很明显的观察一下，从 K 线来看，它这个有可能就是整理时间要拉长，会不会180天？那在这180天里面，我的观点是尽量，如果真的还有压回这个 25K， 有资金的话该买还是要买，或者是可以参考这一个超级趋势指标，它在历史上一般突破完以后，我们可以观察一下，突破完以后有压回这个底部颈线的位置，接近这一个超级趋势指标，也是很好的一个买点。15年整波大涨，一直涨到17年的时候，每一次在周线里面有压回这个超级趋势指标，都是很重要的加仓的点位，或者是继续开期货杠杆的点位。然后我们观察一下比特币日线的一个形态啊，昨天是收了一根螺旋的 K 线，有可能这个位置会不会撑一段时间，不一定会马上，比如说去 25K。理想的一个情况，这个位置看会不会整理一段时间。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布林线啊，就是下轨目前是有一定的支撑，但是它价格是在这个布林线中轨的下方，那就说明目前整个短线它是没有趋势。不过整个中长线观点还是不变啊，趋势是往上的情况下，你如果短线要在这边做，短线是没有趋势，那就尽量做一些，比如说 DC 或者是高抛。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4个小时的整个形态啊，可以很明显观察一下，昨天这个低点是破了的话，但是4个小时现在开始有背离啊，所以你如果要做短线 DC 的一个位置，4个小时有背离的位置也是很好的，就看有没有时间哦。不过日线我个人观点还是一样，就目前的日线目前是没有看到背离的迹象，只是指标目前是在低档，或者是这个位置有可能60MA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支撑，或者是我们再看一下4个小时什么时候会转好。以前不是有跟大家讲过，比如我们看一下这个丝绸线啊，丝绸线它现在好的一点，这个位置有没有可能会筑出一个区间，然后看会不会先去测这个60的 EMA， 测个1次到2次。比如说今年1月份的时候，这边它趋势是怎么上来的，我们可以看一下美联储只加息50个基点的时候，前面扭转整个正向趋势的时候，这边是有测了1次、2次，接近3次，就是这一条最红色的60 EMA。后面转正的时候，其实有压回来，都是买点，或者是来到这个高位以后，其实都是在挖陷阱啊。上去是多方的陷阱，下去是空方的陷阱，后面它是怎么转正的？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边是测了1次、2次。
3次这个60 EMA， 后面整个趋势转正。我们可以看一下，目前的话有看到，还没有看到它没在测这个60 EMA， 不然我的观点就区间震荡为主吧。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U2。